异世界舅舅在断更3个月之后终于更新了。上集说到，舅舅遇到传说中的勇者小队，艾莉西亚拿过队友的剑往地上一戳，没错，他们就是被命运选中的勇者闪耀十字军，而他就是神圣的勇者艾莉西亚。艾德加表情难看，因为艾莉西亚刚才的动作磕坏了他新买的宝剑，吓得艾莉西亚土下座道歉。舅舅一问才得知，他们刚成为冒险者还不到半年，这么年轻，到底是怎么当上勇者的？舅舅将艾莉西亚的记忆投屏，原来是上一集舅舅击败哥布林大军的功劳被记在了他们头上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推上了勇者的位置。虽然功劳被抢，舅舅也不生气。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艾莉西亚又再次提起了封印都市的事，舅舅高度警惕，魔法眼看就要发出，艾莉西亚就突然一转口风，那个人应该不是他对吧？获取不必要的名声很辛苦，他确实体会到了这一点，一句话免除了被动失忆的危机。之后，舅舅和他们同行来到了深暗迷宫地下城，因为突然获得了勇者称号，冒险者工会允许他们探索这座级别 A 的高难度地下城，前往地下城找到传说中的旧式魔杖，这也是他们3人儿时的约定。刚进入地下城，舅舅就用魔法找到了从终点直接离开的最短路线，无比轻松拿到了传说中的旧式魔杖。3人拿着魔杖一脸懵逼，就这紧张刺激的冒险之旅呢？舅舅也察觉到这样做一点也不符合冒险这一主题，于是二话不说将3人的记忆消除，拖回原点，按照正常程序到处过关攻克了地下城。在经历过精心刺激的冒险之后再拿到魔杖，心情果然是不一样的。任务完成，舅舅离开前打算消除他们关于自己的记忆，而在即将动手时，艾莉西亚非常真诚地感谢他陪着自己冒险，他们一起经历过的事他们绝对不会忘记。舅舅放弃了这个念头，借口要去王都就离开了。分离之前，艾莉西亚给他塞了几张恢复符咒，就这样舅舅和勇者小队成为了朋友。和艾莉西亚分别后，舅舅在路上遇到了一支军队，从队长脑子里读取了一些记忆，得知艾莉西亚的勇者身份是神父泽尼尔根授予的。王都里，神父正在和军队总司令秘密见面，建造大教堂的经费不足，总司令提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挪用经费补充，比如说出现勇者死亡的这种情况。原来让艾莉西亚攻略地下城就是想让他们去送死，然后名正言顺地增加军费，谋取私利。舅舅一个闪现摁在总司令脑袋上，也给他来了一个记忆投屏。原来从哥布林大军出现的时候，艾莉西亚3人都被当作了弃子，总司令义正言辞，成为冒险者冒着生命危险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他有什么错？艾莉西亚3人确实是拼上性命战斗的冒险者，但总司令却想要再次牺牲存活下来的3人，这就是对将生命置之度外，请求赴死之人灵魂的亵渎，这种行为不可原谅。静雯突然非常兴奋，这就是现代伦理观无论，人权意识不及中世纪傲慢异世界人在现代伦理面前一败涂地。他期待舅舅能好好给他们上一课，结果舅舅吞吞吐吐，一句话都说不明白。他就是一个20多岁年轻人，没有打过工，突然面对一个干部级别的员工，当然没办法反驳。士兵围上来就要将舅舅就地正法，危机时刻，舅舅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他所知的最强生物。他初2时的班主任田园老师，论吵架没人是他的对手，就这样连扇巴掌带吵架，居然真的怼得总司令无言以对。副官小姐姐拦在他面前想要辩解，也毫不留情的被骂服气了。这就是90年代教师的力量。虽然总司令罔顾性命，但扩充军费是必要的。3年前魔都龙被打倒后，各地都出现了不得了的大事，什么炎魔龙被打倒，封印都市结界被破，哥布林大军又跑出来，明显有身份不明的家伙在破坏世界的秩序，他们必须要行动起来。静雯和藤宫满脸黑线，原来造成这一切开端的都是舅舅啊！舅舅自知理亏，巴掌也扇不下去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阵恐怖的寒冰之气袭来，梅贝露拿着动神剑杀了进来。在看到舅舅的那一刻，寒冰瞬间化冻，但2人还是打了起来，打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，不分上下。这就是残酷的异世界嘛！就算关系再好，只要分属阵营不同，还是会你死我活。舅舅放大画面，让他们仔细看，他们2个真身明明在不远处加油呐喊，原来打架的只是用冰造出的幻想魔法。梅贝露现在是国王的正式骑士，待遇和薪水比冒险者不知道高了多少倍，人也变得高傲起来了。他之前穿着野兽长袍在野外露营，差点被巡逻的王国骑士猎捕。他用剑反击之后就得到了认可，这么简单获得了工作。之后他想让舅舅在对决中输给他，这样舅舅就能成为自己的部下，2人一起吃皇粮。舅舅反问，他是想让自己放水吗？舅舅对梅贝露动手动脚，他可是已经输给梅贝露2次了。梅贝露慌了，舅舅为什么老是想着打败他？他们明明都已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，他难道不觉得梅贝露很可爱吗？舅舅直男撩人，梅贝露当然很可爱。结果他们的对话全被总司令听到了，幻想变成那个样子不被发现才奇怪。总司令认定梅贝露是兽人派来的间谍，不然有名的冰之一族怎么可能寒碜的去野外露营？梅贝露无话可说，突然发狂着对舅舅和士兵发起攻击，一名士兵被洞穿胸口，舅舅出剑破除了梅贝露的寒冰。他像是如梦初醒一般，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舅舅剑指神父，他刚才对梅贝露用了控制灵魂的神圣魔法，他想要做什么？难道是那种不能过审的色色的事？手上的
士兵被舅舅用恢复符咒救下。舅舅反问司令，他还要继续和这种人合作吗？为了保卫国家，独自一人沾染污泥的觉悟很不错，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他就这么的不相信身边崇敬他的伙伴的力量，大家都不希望司令再这么错下去。自从任命了勇者之后，司令就变得让人痛心，这一点都不符合他的品行。在田园老师的死亡凝视下，司令放弃了计划。神父质问他，没有军费要怎么保卫国家？舅舅表示他也来出一份力，遇到危险时就朝虚空呼唤他的名字。神父不屑一顾，就这种兽人能帮什么忙？结果舅舅二话不说变成了魔岩龙，让司令记得给艾莉西亚他们道歉之后，非常装逼的破开穹顶走了。之后梅贝鲁惨遭骑士团解雇，再次失业。看完小电影之后，静雯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，一照镜子发现自己身上长了很多鳞片，原来是之前他借用舅舅的魔力，因为对精灵太过傲慢被惩罚了。舅舅表示这个简单，交给他就好。然后藤宫眼睁睁看着男朋友和舅舅一起变成了恐龙。